我是瓜皮儿，绿箭侠第1季前情提要。沃特为调查组织的秘密遭到黑剑绑架，莫伊拉知道所有真相，却无能为力对抗马尔科姆。组织最终的计划是打算对平民区动手，而最终目的需要奥利弗亲自去挖掘。几周前，奥利弗为了帮助劳罗忽略了迪哥，哥俩因此事闹了矛盾。奥利弗只能独自一人进行名单抹除计划，解决掉了一个绑架惯犯后，费利西蒂从对方电脑里翻出一堆打款记录。巧的是，最后一次交易高达200万美金，而时间又刚好是沃特失踪的第1天。找到客户，也许就能找到沃特。时间过了这么久，沃特活没活着都是个谜。经调查，费利西蒂追踪到了客户的名字多米尼克，此人经营着星城最大的地下赌场，看面相就是那种擅长玩绑架的主。多米尼克的地下王国布满武装，兜帽男如果硬闯等于送死，除非有人能够黑入他的电脑。在座的除了奥利弗，就只剩费利西蒂，重任只能交给唯一的妹子。费利西蒂精通概率论和数学，在赌桌上能游刃有余。出发前，费利西蒂还是去了趟迪哥家，把沃特的线索都说了一遍。他替奥利弗道了歉，因为他知道奥利弗这人傲娇，绝对不会认错。明知这样，迪哥还是想让奥利弗亲自过来。两人后半夜开始行动，对上暗号，费利西蒂顺利入场，并在第一时间把安保情况告诉了奥利弗。进入赌桌，费利西蒂开始演戏，凭借一手计算能力赢得盆满钵满。生面孔如此嚣张，很快引起了多米尼克的注意，也给了费利西蒂接近他电脑的机会。骇客芯片倒是顺利植入，在这种地方作弊可不是想走就能走。听到费利西蒂被强行扣押，奥利弗顾不得那么多，直接冲进赌场，用兜帽男的身份狂扁小朋友。反正这些私人武装那么弱鸡，当初还不如直接硬闯。多米尼克的下场自然不用硬说，巨大的恐惧逼迫他说出了真相。他只是负责替人办事。抓走沃特后，他听见几声枪响，沃特恐怕是凶多吉少了。悲剧再度上演，奥利弗不知道如何开口把真相告诉家人，只能说一个联邦调查局的朋友告诉自己沃特已经牺牲。莫伊拉当场爆发，直接去找马尔科姆对峙。马尔科姆这人说话也算话，说不动手就不动手。一个电话过去，打开了监控，看着监控，莫伊拉才放下心。而他们所有的对话都被奥利弗的监听键录了下来。继父被好兄弟的亲爹绑架，亲妈却隐藏真相，还继续为组织效力。光是这件事就让奥利弗消化不了，也算是知道了真正的幕后黑手。奥利弗当即让费利西蒂调查马尔科姆的通话记录，调查刚刚播放监控录像时拨通的号码。这一查就锁定了沃特所在的地区，一座独栋别墅，守卫森严，而且周围没有任何建筑，想要潜入除非奥利弗会飞。奥利弗选择跳伞潜入，借着夜色干掉了楼顶守卫，顺利进入楼内。里面的卵蛋更是菜的抠脚，赶上奥利弗这会儿没地方发泄情绪，全被打得倒地不起。在别墅最深处找到一间牢房，里面躺着的正是沃特本特，再怎么说也是自己的继父啊。奥利弗直接送他去了医院，随后才陪着老妈老妹儿一起赶过去。合家团圆的场面不多见，奥利弗还是非常珍惜眼前人。他永远忘不了那个背后搞鬼的马尔科姆。马尔科姆这个屁还假惺惺的来医院探望，奥利弗恨不得当场跟他翻脸，又只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完事儿又登门拜访，亲自向迪哥道歉。一是道歉死社的事儿，二是道歉之前迪哥怀疑莫伊拉，而自己却没有相信他。他们两个必须携手才有机会扳倒组织。沃特被救走的当晚，马尔科姆也开始了行动。一台地震制造仪秘密运往了星城，他们的计划要追究到5年前，以罗伯特为首的一群富豪致力于拯救星城，靠他们的财力和权力去强迫那些恶棍做好事，让这座城市变得更美好。而贫富阶级的问题根本解决不了，平民区的犯罪率一路飙升。于是马尔科姆提出了一个建议，他们准备重建平民区。其他人都理解成了字面的意思，只有罗伯特感觉不对劲儿。一再追问后，才问出马尔科姆的目的。他所谓的重建是建立在毁灭之上，只有先摧毁平民区，才能根本解决问题。罗伯特自然不同意，他虽然不是24K 纯好人，但也不想看着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受牵连。拒绝合作后，才发生了5年前的沉船事件。马尔科姆故意动了手脚，让昔日好友沉入海底。5年后的马尔科姆正式启动计划，为了自己，也为了曾牺牲在平民区的妻子，飞剑干掉了研发地震仪的科研团队，并一手摧毁了所有资料。这些秘密奥利弗根本不知道，只能想办法从老妈嘴里掏出真相。他知道老妈不会轻易开口，于是让迪哥扮演兜帽男绑架了自己母子。迪哥按照剧本开始痛扁奥利弗，当妈的不管儿子多大都会想去保护，只能用所有真相去换取奥利弗一条命。但地震仪在哪儿他也不知道。知道真相后，奥利弗对老妈彻底失望，顶着复杂的心情让费利西蒂去调查科研团队。
这才查到了黑剑屠杀事件。这绝对不可能是巧合，他们不知道黑剑就是马尔科姆，一度认为黑剑是他的保镖或者什么合作伙伴，干掉谁都没用啊。只有先找到地震制造仪，才有筹码跟马尔科姆谈条件。菲利西蒂尝试黑进梅林集团服务器，防范意识极强的马尔科姆根本不给任何机会，即便是菲利西蒂也黑不进去，除非有人能直接接触马尔科姆的电脑。这简单粗暴的方法最适合奥利弗。奥利弗用真实身份去梅林集团约见汤米，菲利西蒂和迪哥分别扮演了外卖员和保安，3个人里应外合，直接通往了梅林集团19楼。20到24层是马尔科姆的私人区域，公共电梯根本没有机会上去。奥利弗只能顺着电梯井往上爬，一路上拉着菲利西蒂飞檐走壁，连钩爪枪都用上了。安全把菲利西蒂送到顶层之后，奥利弗就去见汤米来拖延时间。虽然汤米把罗罗让给了奥利弗，但这并不代表着他们能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奥利弗告诉汤米，劳罗又不是什么东西，我们没有权利让来让去，成年人有自己的选择。奥利弗刚出门，直接撞上马尔科姆，只听见无线电那头出了情况，10分钟一巡逻的保安马上到达顶层，菲利西蒂用不了多久就得露馅，奥利弗没法脱身。迪哥急中生智靠上了菲利西蒂，声称这个沙滩之子居然混过了安检，让保安大哥放心，这个妞是马尔科姆的小女人，这才把菲利西蒂安全带走。而奥利弗这刚送走马尔科姆，转眼又看见西亚。西亚来找汤米问点情报，男朋友过度崇拜兜帽男，一听说黑剑屠杀案后就想调查线索，结果发现黑剑和梅林集团有关，于是想找汤米问问情况。这奥利弗忍不了了，死死握住了罗伊的手，让他别惹兜帽男。妹妹要是受到牵连，就让他知道什么叫长兄如父。罗伊压根没听，回家该干嘛干嘛，还是西亚分手威胁才让他老实了一会儿。警局这头自然也在怀疑黑剑跟梅林集团有关系，技术部门的人发现还有一个人也在尝试黑入他们的主机，一路追查发现了菲利西蒂的踪迹。菲利西蒂回到地堡就开始处理数据，奥利弗拿出名单，他一直以为父亲留下的这本笔记是让他惩罪恶人，还想有朝一日把名单全部抹除就退休了，现在才领悟到自己只治标不治本，只有彻底阻止这场灾难才可能让父亲安息。想到还有一场大战，奥利弗就直接找到了罗罗，两个人兜兜转转回到原点，心底的躁动再也按捺不住。路过楼下的汤米只看见缠绵的两个人，那一刻他才明白自己一直是没手没脚裸奔的状态。缠绵过后，接到了迪哥的电话，马尔科姆把地震制造仪放在了公司名下的仓库里，哥俩分头行动。迪哥去找地震制造仪，奥利弗直接找上了马尔科姆。看着兜帽男说自己辜负了城市，马尔科姆一点也不慌啊，因为地震制造仪早就被调了包了，这点小伎俩根本对抗不了自己。只见马尔科姆也施展了空手接剑，奥利弗这才知道黑剑和马尔科姆是同一个人。时隔万年，两人再次交手，上次奥利弗就没打过，这次自然还是被虐，手上的弓箭都被劈成2半，最后被马尔科姆乱拳打晕，真实身份也彻底暴露。说到底也是自己看着长大的孩子，马尔科姆并不想杀死奥利弗，奥利弗被活捉，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。他恨眼前这个男人，要不是他害死了自己的父亲，迫使自己过了生不如死的5年，现在一家人肯定整整齐齐的。不管奥利弗使出什么招，也斗不过马尔科姆。打架被蹂躏，智商被碾压，毫无胜算，也不是因为奥利弗太捞，是他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了什么而奋斗。马尔科姆为了罗伯特饶他一命，转而继续执行计划。奥利弗倒挂金钩往上爬，靠身体下坠的重量压断了铁管，赶来的迪哥干掉了守卫，幸亏迪哥聪明，偷偷放了追踪器，才把奥利弗救回地堡。奥利弗立马给昆汀打了电话，此时昆汀已经把费利西蒂带回警局盘问，人造地震随时可能开始，警方如果不提供帮助，贫民区的百姓一定会伤亡惨重。而昆汀向上头申请疏散贫民区，上头得知是兜帽男的消息后，当场把昆汀停职了。奥利弗的夜店也开在贫民区，还赶上汤米在这里借酒消愁，这一下奥利弗说什么汤米都不相信了，昨天的激情可是历历在目呢。奥利弗没时间解释，直接回家请老妈帮忙，也许只有他才有途径得知地震制造仪的位置，听说今晚就会执行。出发前奥利弗一再警告劳扰，今晚千万不要去贫民区。汤米这边也是口嫌体正直，还是跑到老爸那边问了问事情。马尔科姆只播放了一段录音，是当年妻子遇害时给自己的电话留言，妻子在贫民区被劫匪枪击，拖着身子走到人行道失血过多身亡，而人来人往的贫民区却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。从那天起，马尔科姆就发誓要复仇，当初强迫儿子签合同关闭诊所也是这个原因。贫民区已经无药可救，还要让所有人体验到妻子当年的无助。父亲的愤怒吓得汤米虎躯一震，也不敢说话了。奥利弗刚回到地堡就接到了西亚的电话，
老妈在家里召开了记者招待会，莫伊拉当着全市人民的面宣布自己辜负了这个城市，并阐述了所犯下的罪行。供出幕后黑手马尔科姆，还提醒贫民区的市民尽快梳理。结束后被警方直接铐走。警方很快赶到了梅林集团，马尔科姆当着儿子的面拿出了黑剑的衣服，干掉了所有特警。眼前的父亲就是个恶魔。汤米捡起地上的手枪，劝父亲停手，然后被一嘴巴子扇晕。现在市里人心惶惶，只有兜帽男才能站出来挽救一切。奥利弗从箱子里拿出了小东的弓，自己已经输给了马尔科姆2次了，这次就算同归于尽，也要永绝后患。地震制造仪就藏在了地铁站里，那里就是马尔科姆妻子遇害的地方。奥利弗打电话通知昆汀，希望他能去拆除炸弹，自己去对抗马尔科姆。贫民区已经是一片混乱，昆汀直接赶往了地铁站，奥利弗和的哥直接奔往梅林集团，只有一地的尸体和昏倒的汤米。兄弟之间的恩怨在这里一笔勾销。送走汤米后，奥利弗在暗墙里看到了等候多时的马尔科姆，必须想办法从他手里抢到制造仪器的遥控器。黑剑的实力不用多说，不到10秒就干趴了的哥，自己还无伤脱身。在天台上和奥利弗迎来了第3次决斗，也许是心里有了奋斗的目标，奥利弗这次没有落下任何下风。对付那些空手接界的人，一支爆炸剑就完美解决。贫民窟这边已经乱成一锅粥了。罗伊尝试去阻止那些趁乱打劫的混混，西亚特地赶来贫民区救他，而地下的昆汀顺利找到制造仪，在菲利西蒂的指导下想办法拆除。结果马尔科姆不按套路出牌啊，剪断了导线，反而直接激活了仪器。昆汀赶紧给女儿打电话，让她快跑，自己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拯救市民了。他不能让最后一个女儿也出事儿，地震随时爆发，这种时刻罗伊还想着帮助别人，只有西亚安全了，他才能放心去证明自己。与此同时，奥利弗和马尔科姆的决战进入了白热化。随着体力的消耗，两人顾不上花拳绣腿，被马尔科姆抓住机会，直接强人所难。这时候，马尔科姆还不忘威胁一波奥利弗的家人。奥利弗捡起地上最后一支箭，刺穿了自己，也刺穿了马尔科姆。菲利西蒂也传来喜讯，昆汀解除了仪器。可机智的马尔科姆怎么会只有一个方案？他一共布置了2个地震仪，第2个已经运行了。贫民区的大地开始剧烈震动，一座座房屋轰然倒塌，数不清的人被压在废墟之下。这之中就有 Laura 的存在。奥利弗也不管伤势，直奔现场。汤米抢先一步赶到了律师所，赶在危机前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。那一刻，男人的力量彻底爆发，抬起了数百斤的巨石。Laura 活着爬了出去，可就在下一秒，大楼瞬间坍塌，真男人汤米被废墟活埋。奥利弗赶到后冲进火海寻找兄弟，最终却找到了奄奄一息的汤米。钢筋已经刺穿了汤米的身体，他只想对奥利弗说一句对不起。嫉妒曾经影响了他对奥利弗的看法，现在他只求奥利弗能够原谅自己的固执。抱着从小到大的好兄弟，再坚强的奥利弗也流下了眼泪。硝烟随着汤米的离开画下了帷幕，而兜帽男的故事还没有结束。我是瓜皮儿，绿箭侠第2季见。